今天我们讲《水浒传》，他不关心谁当皇帝，只关心一个问题：在一个秩序崩坏、道理讲不通的世界里，一个普通人要遭受多少委屈，经过多少次内心挣扎，才会最终放弃做一个良民，选择拿起刀来保护自己。这是一个关于忍耐与爆发的故事，也是一面照妖镜，照出权力如何在人心中种下绝望。我们总以为自己不会走到那一步，但当你发现退让换来的是更深的凌辱，你会发现那条通往暴力的路其实铺满了无处可诉的冤屈。故事从北宋末年说起，那个时代有多魔幻。一方面，汴梁城的繁华让世界都侧目，但另一方面，这个王朝的内部已经烂到了骨子里。《水浒传》开篇没有写好汉，而是写了一个小混混的发迹史，高俅一个街头踢球的浪荡子。因为球踢得好，被还是端王的赵佶看中，赵佶当了皇帝，高俅也跟着一步登天，最后掌管80万禁军。这不是一个小人得志那么简单，他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规则：当最高权力的选拔标准变成谁能陪皇帝玩得开心，整个社会的正直与公平就会开始雪崩。你想过没有，一个国家的腐败往往不是从平民开始的，而是从最高处那张笑脸开始的。在这个乱字当头的背景下，我们迎来了全书写得最精彩也最让人心痛的人物林冲。为什么说他最让人心痛？因为在林冲身上，我们最容易看到自己的影子。他不是天生反骨，不像李逵生下来就想杀人放火，也不像鲁智深路见不平就要拔刀相助。林冲是一个典型的中产阶级80万禁军教头，一身好武艺，一份体制内的体面工作，还有一个美貌温柔的妻子。他对生活的最高理想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安安过日子。他对这个腐朽的体制没有野心，甚至还是他的维护者。但命运偏偏要拿这个最想做良民的人开刀。事情的起因非常偶然。有一天，林冲陪妻子去庙里烧香，他离开一小会儿的功夫，高俅的干儿子高衙内看上了他妻子，当众调戏。林冲赶回来，拳头举起来了，但当他看清对方是顶头上司的儿子时，他的拳头软了。你注意这个细节，这就是林冲性格悲剧的开始。如果换成鲁智深，这一拳早就打下去了；如果换成武松，可能刀都拔出来了。但林冲没有，他权衡利弊，想到自己的饭碗，想到得罪高太尉的后果，于是把这口恶气忍了下去。他天真的以为只要退一步就能海阔天空。可丛林法则告诉我们，当狼盯着羊的时候，羊的退让只会让狼觉得你软弱可欺。高衙内没有收手，反而得了相思病，一定要得到林冲的老婆。高俅的心腹陆谦，那个曾经是林冲好朋友的人，为了巴结领导，设下了一条毒计。他先骗林冲喝酒调虎离山，让高衙内去林冲家施暴。虽然林冲及时赶回，没有造成最坏的后果，但他依然选择了忍。他只是砸了陆谦的家，却不敢去太尉府讨个说法。紧接着更高俅亲自出手了，这就是著名的误入白虎堂，一个非常阴毒的政治陷阱。高俅听说林冲喜欢宝刀，就让人卖给他一把，然后第二天借口要看刀，让林冲带刀进府。
林冲是个单纯的技术官僚，哪儿懂得这些政治陷阱，他兴冲冲地拿着刀去了。结果被带到白虎节堂，那可是军事重地，严禁带武器入内。高俅立刻翻脸，定他一个手持利刃、意欲行刺的死罪。到了这个时候，林冲依然没有想要反抗，他在公堂上辩解，在监狱里打点。最后因为负责审案的人知道他冤枉，稍微周旋了一下，把死罪改成赐配沧州。按理说家破人亡，冤屈深重，林冲应该恨透这个世道了吧？没有。在去沧州的路上，两个工人董超、薛霸对他百般虐待，甚至用开水烫他的脚，给他穿磨脚的草鞋，他都逆来顺受，还陪着笑脸请他们喝酒。为什么？因为林冲心里还存着幻想，他觉得只要熬过几年刑期，就能回来重新过日子。他把休书写给妻子，也是为了不连累他。这种忍的哲学在林冲身上体现到了极致，也让人压抑到了极致。直到那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高俅没有打算放过林冲。他派陆谦追到沧州，买通管营，要把林冲烧死在草料场。那天晚上，老天爷似乎都看不下去了，下了一场极其罕见的大雪。正是这场大雪压塌了林冲住的草屋，逼得他不得不去附近的山神庙暂住一宿。就在山神庙里，林冲隔着门缝听到了陆谦和富安的对话。他听到那把火是他们放的，听到高俅如何步步紧逼，听到他们回去领赏的计划。那一瞬间，林冲世界里最后一点光亮熄灭了。他所有的委曲求全，所有的忍辱负重，换来的不是生路，而是死路。法律已经死了，正义也已经死了。在这个冰天雪地的世界里，只剩下一条路暴力。林冲推开了那扇门，这一刻，那个唯唯诺诺的教头死了，一个复仇的杀神诞生了。他手起刀落，杀死了陆谦，杀死了富安，把仇人的人头摆在山神庙的供桌上。你要读懂风雪山神庙这一段的凄凉。施耐庵的描写简直是神来之笔。那漫天的大雪不仅是自然界的雪，更是林冲内心的寒冷。杀人之后的林冲提着花枪，在雪地里踉踉跄跄地走着，他能去哪儿呢？家没了，国没了，前途没了，天地之大，竟然没有一个好人的容身之处。这就是逼上梁山4个字最沉重的含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4字成语，而是一个老实人被一步步挤压，直到退无可退时的绝望反击。林冲的造反不带一丝一毫的野心，那是纯粹的生理性求生。你理解了这个，才算理解了《水浒传》前半部的底色。林冲上山了，但梁山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很多人以为好汉们聚在一起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亲如兄弟。其实不然，梁山泊也是一个小社会，有派系，有排挤，有残酷的潜规则。林冲刚上梁山的时候，寨主叫王伦，是个落魄秀才，心胸狭窄。他一看林冲武艺高强，又是京城的军官，心里就怕了，百般刁难不肯收留。最后甚至提出一个极为无理的要求，让林冲去山下杀一个人，拿投名状才能入伙。你看到了吗？又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林冲在山下被高俅逼得没路走，到了山上又被王伦逼着去杀路人，体制内容不下他，江湖上也刁难他。这哪里是好汉的世界，分明就是另一个充满算计的名利场。就在林冲左右为难的时候，另一个人闯进了我们的视野。如果说林冲是一座被压抑的火山，那这个人就是一团肆无忌惮的烈火，他就是鲁智深。鲁智深本来是魏州经略府的提辖，日子过得好好的，但他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金翠莲，只因为听到了他在哭，问清原委，就赶去找当地地头蛇镇关西算账，这就是著名的拳打镇关西。大家听这段故事，往往只记得3拳打死老将的热闹，但我们细看鲁智深的操作，你会发现他拥有极高的智慧。他不是莽撞的直接打架，他先让金翠莲父女先走，估摸着走远了才去找正途，到了肉铺也不直接动手，而是消遣正途，让他切精肉，切肥肉，切软骨，这一来拖延时间，让金翠莲走得更远；二来激怒对方，让他先动手，自己在道义上占领制高点。打死了人，他没慌张，指着尸体骂你诈死，洒家和你慢慢理会，然后趁乱脚底抹油溜了。鲁智深是水浒里唯一的圣人。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梁山上108人，绝大多数杀人是为了私仇，或者为了利益，或者像李逵那样嗜杀成性。只有鲁智深，他杀人从来不是为了自己，全是为了别人，为金翠莲丢了官职，为刘太公女儿暴打周通，为林冲大闹野猪林。在野猪林的那一幕是《水浒传》里最动人的兄弟情。当董超、薛霸举起水火棍要结果林冲性命的时候，松树后飞出一条禅杖，鲁智深跳出来，第一句话不是骂工人，而是对林冲说：兄弟，俺想得你苦。这句话道尽了江湖义气的最高境界。林冲一路受罪，没有人关心他的死活，只有这个仅仅喝过几顿酒的鲁智深，不远千里一路暗中保护。鲁智深的出现是对林冲那个冰冷世界的一次巨大救赎，但鲁智深救得了林冲的命，救不了林冲的心。林冲骨子里还是想回去的，所以在野猪林无意中泄露了鲁智深的身份，导致鲁智深在相国寺也待不下去，只能亡命天涯。你看，义气这东西有时候也很脆弱。随着鲁智深、杨志这些人流落江湖，《水浒传》的故事像滚雪球一样，把越来越多的英雄卷了进来。而这一切的背后，似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推动。这双手叫做劫富济贫，也叫做替天行道。但真正把这4个字变成一面大旗，把散落在各地的草莽英雄整合成一股政治势力的，不是林冲，也不是鲁智深，而是一个看起来手无缚鸡之力的黑胖子宋江。宋江的出场和所有好汉都不一样，他没有惊天动地的武功，长得也不帅，但他有一个全书最强的必杀技仗义疏财。如果说鲁智深的义气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宋江的义气就是你缺钱我给钱，你犯事我兜着。宋江在西城县当押司的时候就黑白通吃，利用职务之便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一伙，这件事直接决定了后来梁山的雏形。但我们必须深入剖析宋江这个人物的复杂性。很多人讨厌宋江，
觉得他虚伪，一心想招安是个投降派。可如果我们站在那个时代去审视，你会发现宋江是一个极具政治智慧却也极度矛盾的人。他是水浒里极少数有顶层设计思维的人。其他好汉像阮氏三雄想的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过一天算一天。武松想的是有仇报仇，只有宋江在思考一个终极问题：我们这帮杀人放火的强盗最后该怎么收场？他深知对抗朝廷没有出路，落草为寇只能逞一时之快，不能长久。所以他把招安看作是让兄弟们洗白身份，重新做人的唯一出路。为了这个目标，他开始了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宋江上梁山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排座次。这可不是简单的按年龄或武功排名，而是一次精密的权力分配。我们仔细看那个著名的石碣受天文书108将的排名，排在前面的除了绝对核心宋江、卢俊义、吴用、公孙胜，剩下的基本都是前朝廷军官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而那些真正出身草莽，最早跟着晁盖造反的元老派，比如阮氏三雄、刘唐，排名都相对靠后。这说明什么？说明宋江在刻意抬高体制内出身的人，压制草根出身的人，因为他知道将来要招安，要和朝廷谈判，这些前军官才是朝廷能接受的筹码，而那些纯粹的强盗一文不值。在这个过程中，宋江展现了他性格中阴暗的一面。为了拉人入伙，他甚至不惜毁人清白，把好人逼上绝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秦明。秦明本是青州指挥司统治，性格火爆，但忠于职守。宋江为了逼他入伙，派人假扮秦明去攻打城池，杀害百姓，导致慕容知府杀了秦明全家。秦明走投无路，只能归顺梁山。虽然宋江后来把花荣的妹妹嫁给秦明作为补偿，但这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让我们看到了义气背后的残酷。这种残酷在另一个人身上体现得更淋漓尽致，卢俊义。卢俊义是河北首富，武功天下第一，日子过得好好的，就因为宋江觉得梁山缺一个有名望的人来镇场面，就让吴用去卢府墙上写反诗，设计陷害，最后弄得卢俊义家破人亡，不得不上山做了第二把交椅。所以当我们高呼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时候，不要忘了这兄弟情谊的底色有时候是鲜血淋漓的。梁山泊不仅仅是聚义厅，它也是一个巨大的绞肉机，把形形色色的人绞碎了，重塑成一个叫梁山好汉的集体符号。当我们看懂了宋江的权谋，看懂了林冲的隐忍，看懂了鲁智深的慈悲，我们才算刚刚摸到了《水浒传》的门槛。但这仅仅是开始，因为更精彩、更惨烈的故事还在后面。只有读懂了武松，你才算真正见识了什么是快意恩仇，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水浒传》会被称为施耐庵的暴力美学。武松和林冲完全不同，林冲的底色是忍，武松的底色是狠，但他不是一开始就狠。武松其实是一个极度讲究规则和体面的人，大家耳熟能详的景阳冈打虎，我们往往只看到他的神力。但请注意，打虎之后的武松做了什么？县令赏了他1000贯钱，
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武松怎么处理？分文不取，全部分给了众猎户。他说：我纯属侥幸，猎户们为了老虎受苦已久，钱给他们。就这一件事，你就能看出武松做人的格局仗义疏财，有分寸。此时的武松对体制充满了向往，他当了阳谷县的都头，相当于县刑警大队长，穿上制服，觉得自己光宗耀祖了。当他发现哥哥武大郎被潘金莲和西门庆毒死之后，他首先做的不是拔刀杀人，而是搜集证据。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细节，武松是水浒里法律意识最强的人之一。他找到了证人何九叔，拿到了骨质苏黑的证据，又找来了韩哥做人证，然后带着证人证据整整齐齐地去县衙告状。他相信法律会给他一个公道，然而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县令早就收了西门庆的银子，不但不立案，还把武松训斥了一顿，说什么圣人言语切不可听信谣言。那一刻，武松心中的那座庙堂崩塌了。他终于明白，在这个世道，杀人偿命这天经地义的道理是有钱人说了算的。既然法律不管，那我就自己来管。既然官府判不了案，那我的刀就是判官。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狮子楼斗杀西门庆，但这还不是武松最可怕的时候。此时他杀潘金莲，杀西门庆，还是为了报仇，属于私利救济。武松真正从人变成魔的转折点是在孟州，是在那座让人闻风丧胆的鸳鸯楼。如果说林冲的风雪山神庙是悲剧的极致，那么武松的血溅鸳鸯楼就是暴力的极致。武松被发配孟州后，再一次试图做个良民，他帮施恩夺回快活林，其实是在帮监狱长的儿子抢地盘，这本质上是介入了黑帮火拼。但他不管，他觉得施恩对他好，他就要报恩。可是这种江湖义气再次把他推向了深渊。张都监当地的高级军官假装赏识武松，把他请到家里奉为上宾，甚至许诺把丫鬟玉兰许配给他。武松信了。这个孤苦伶仃的汉子再一次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他以为自己终于遇到了伯乐，终于要有老婆了。可就在中秋之夜，张都监设下圈套，栽赃武松做贼，再一次把他打入死牢。在飞云浦，当武松带着枷锁在桥上，干脆利落地解决了4个要杀他的杀手时，他终于彻底觉醒了。他意识到，只要张都监这帮人还活着，自己就永远没有活路。于是他提着刀回去了，回到了张都监的府邸鸳鸯楼。这一段描写，施耐庵写得冷酷至极。武松杀红了眼，他不仅杀了张都监、蒋门神、张团练这3个罪魁祸首，还把张都监家里上上下下，连同那个曾经许配给他，此时正在唱曲的丫鬟玉兰，以及无辜的马夫仆人，一共15口人，全部杀光。杀完人后，他在墙上蘸血，写下8个大字：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8个字不仅是挑衅，更是一种彻底的决裂。以前那个想当都头、想守法、想过安稳日子的武松死了，从此以后，世上只有一个行者，一个不再相信任何规则，只相信手中借刀的杀神。
为什么武松要滥杀无辜？为什么连丫鬟仆人都不放过？这就是《水浒传》不想掩盖的残酷真相，在极端的压迫下，反抗者的灵魂也会随之扭曲。武松的逻辑变得简单粗暴，除恶务尽。既然你们这帮人是一伙的，既然这世界不给我活路，那我就把这世界杀个干干净净。这种暴力读来让人痛快，因为恶人遭了报应，但也让人恐惧，因为善良和人性在这一刻也一同毁灭了。讲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江湖的另一个侧面。刚才我们说了庙堂之黑，现在我们要看看江湖之恶。武松在流亡路上路过一个叫十字坡的地方，大树十字坡，客人谁敢过？肥的切做馒头馅，瘦的却把去填河。这家黑店的老板娘就是母夜叉孙二娘。很多人觉得孙二娘是女中豪杰，但你仔细想想，她干的是什么勾当？杀人卖人肉包子，而且杀的不是贪官污吏，全是路过的客商，无辜的百姓。在水浒的江湖里，像十字坡这样的黑店比比皆是。揭阳岭的李立，浔阳江的张衡，穆家庄的穆弘，这些人被称为好汉，但他们在当地其实就是恶霸，欺行霸市，杀人越货，视人命如草芥。这就是《水浒传》最深刻、最不留情面的一点，他没有把底层社会美化成纯洁的受害者。当上层的秩序崩坏时，底层并不会自动变得美好，反而会滋生出更野蛮、更血腥的生存法则。在一个吃人的社会里，为了不被吃，很多人选择了变成吃人的人。当我们把目光从个体的恩怨情仇移向梁山泊这个集体时，你会发现，这种野蛮生长的江湖与精明算计的权谋最终汇流到了一起。随着108将集结完毕，梁山泊进入了全盛时期，他们大败官军，2赢童贯，3败高太尉，看起来风光无限。但这盛世繁华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危机招安。对于招安，梁山内部是极其分裂。宋江铁了心要招安，他的理由很充分：我们不能当一辈子强盗，要为国家出力，要封妻荫子，要青史留名。这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思维。但是以武松、李逵、鲁智深为代表的反招安派，他们的反对理由也很直接。在那次著名的重阳节赏菊大会上，宋江乘着酒兴写了一首《满江红》，唱到望天王降诏，早招安的时候，武松第一个站出来叫板：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们的心。李逵更是直接把桌子掀了，大喊：招安，招安，招甚鸟安。武松为什么反对？因为他看透了，他当过都头，在这个体制里混过，太清楚那帮官僚是什么嘴脸了。他和朝廷之间有着血海深仇，他知道投降过去只有死路一条。李逵为什么反对？因为他觉得现在大碗喝酒多快活，为什么要受那鸟气？鲁智深为什么反对？因为他看透了名利的虚妄。可惜胳膊拧不过大腿，宋江掌握着最高话语权，而且他用忠义2字绑架了所有人。你要是不招安，就是不忠君，就是不讲大哥的话，就是不讲义气。在这个逻辑闭环下，梁山好汉们最终被迫接受了招安。那一刻，
梁山泊的大旗倒下了。虽然他们换上了朝廷的军装，但他们的灵魂已经无处安放。招安之后，就是漫长的无休止的征战，征辽国，征田虎，征王庆。虽然辛苦，但好歹兄弟们都还活着，直到最后一场战役征方腊。这是整部《水浒传》最惨烈、最不忍卒读的篇章。如果说前面的故事是传奇，那么征方腊就是一部死亡名录。方腊也是起义军，从某种意义上说，梁山打方腊是强盗打强盗，是朝廷的以毒攻毒。在这场惨烈的绞肉机里，曾经那些鲜活的面孔一个个消失了。第一个战死的梁山正将是云里金刚宋万。他虽然武功不高，但可是梁山的元老。紧接着死神开始疯狂点名。急先锋索超死于铁锤之下，火眼当灯邓飞被砍成两段，那对形影不离的解珍解宝兄弟摔死在悬崖之下。最让人心碎的是那些顶级高手的陨落，勇猛无敌的秦明死于方杰的戟下。那个总是冲在最前面的黑旋风李逵，看着兄弟们一个个倒下，哭得撕心裂肺。连武松也残了，在攻打睦州时，武松被包道乙的飞剑砍伤了左臂。醒来后，这位硬汉看着自己连皮带肉挂着的手臂，眉头都没皱一下，抽出戒刀，咔嚓一声，自己把左臂砍断了。这一刀斩断的不仅是手臂，更是他与这个红尘世界的最后一点羁绊。此时的武松成了一个独臂的废人，但也终于成了一个彻底的觉悟者。战役结束后，108人只剩下了27个，2/3的兄弟把命留在了江南的泥土里。但他们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换来了什么？朝廷的封赏下来了，宋江被封为楚州安抚使，其他活着的人也各有封赏。看起来宋江封妻荫子的理想实现了，但朝廷真的会放过这群造反起家的人吗？当然不会。这就是封建权术最阴暗的地方，狡兔死，走狗烹高俅，蔡京这4大奸臣怎么可能容忍宋江活着？他们送来了一壶御酒，宋江毫无防备喝了下去。等他感觉腹痛难忍，知道酒里有毒的时候，他做了一件让人毛骨悚然的事情。他想到了李逵，他怕自己死后李逵会造反，坏了他忠义的名声。于是他派人把李逵叫来，骗李逵也喝下了毒酒。当李逵知道真相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流露出了他一生中最温柔也最愚忠的一面。爸，生时服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个小鬼。宋江毒死李逵是《水浒传》争议最大的一笔。有人说这是为了保全梁山名节的大义，但在更多现代读者看来，这是宋江人性中最自私、最冷血的一刻，为了他那个虚幻的忠义牌坊，他剥夺了兄弟生存的权利。至此，梁山好汉的故事在一片凄凉中落幕。然而，在这片无边的黑暗中，作者施耐庵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抹暖色，一个真正超脱的结局。这个结局属于鲁智深征方腊结束后。鲁智深在杭州六合寺驻扎，一天夜里，他听到了钱塘江的大潮声，以为是战鼓响了，提着禅杖就要出去厮杀。老和尚告诉他，这不是战鼓，是潮信。鲁智深愣住了，
他突然想起了师父智真长老给他的4句寄语：逢夏而勤，遇腊而直，听潮而圆，见信而济。前2句已经应验了他抓住了方腊的大将夏侯成，又活捉了方腊。现在听到了潮声，见到了信，圆寂的时候到了。鲁智深哈哈大笑，他没有悲伤，没有遗憾，他沐浴更衣，写下一篇宋词，坐在禅床上安然离世。那篇宋词写得真好，平生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朝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在这一刻，所有的功名利禄，所有的恩怨情仇，所有的招安与反抗，都成了过眼云烟。鲁智深这个一生都在救人，一生都在路见不平的胖大和尚，成了《水浒传》里唯一一个得到了大自在、大解脱的人。回顾整部《水浒传》，它不仅仅是一部好汉打架的书，它是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看到了权力的傲慢如何逼良为娼，看到了法律的缺席如何导致社会的丛林化，也看到了在那个身不由己的时代，一群底层的小人物是如何用热血和生命去碰撞那面坚硬的墙壁。虽然他们失败了，但那股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精气神，那个八方共育、异性一家的理想主义光芒，却穿透了1000年的时光，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听《水浒传》，不是为了学打架，而是为了看懂中国人的脊梁，看懂我们在面对不公与苦难时那种永不磨灭的抗争本能与对正义的渴望。那些梁山好汉们其实从未死去，他们就活在我们每一个渴望公平、向往自由的灵魂深处。